架构本身并不简单，但真正让人玩味的不是它做到了多少，而是它为省点什么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就一步一步拆开来看。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对这一个一速65瓦的2万毫安的3合1充电宝来一个拆解。这个也是很多粉丝都在催我的啊，咱们的拆解视频都是按照评测视频的顺序一个接一个的拆，所以说都是排着队来的，大家不要催我，到了该拆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它拆开的。大家都很想知道它内部的构造是什么样子，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揭开谜底了啊！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拆视频内容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咱们话不多说，拆解这一个一速65瓦3合1充电宝。充电宝拆解有不可估量的风险，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这些做拆解的博主啊！我们直接用撬棒把这个盖子给它撬开。终于把这个盖子给撬开了，这里面是锂电池，像这种软包的锂电池拆解是非常危险的。显示屏旁边一张泡棉，导热硅脂用的还是挺厚的，陶瓷纤维布。这2根线应该是电池的正负极线啊，从底部连接到这个上面，电池和主板这个地方还有散热的硅脂把它填满了。这个充电宝内部的构造比传统的充电宝内部的构造确实是复杂很多啊。这个电芯底部也是打了胶的，我们还要把它加热一下才可以取下来。配合解胶剂，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池模块给它拿出来。电池的正负极线我们把它断开。电池包上面四周都有轻壳纸贴住进行保护，保护板上面也贴有轻壳纸。撕下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保护板。电池组采用的是4颗串联的，壳体内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隔离片，把主板隔离开了的。我们撬出这个主板，交流电的连接线是在这一边，我们也把它剪掉。自带线的一个卷齿结构，我们也可以把它拿出来。这个自带线的原理就跟那个卷齿是一样的啊。线芯一共是5根啊。充电宝的 NTC 热敏电阻在这一边，热敏电阻是通过这个胶布粘在电池上面的，拿电池的时候就直接把它拉出来了。咱们这一下就是把上面的胶清理一下，胶清理干净了，电路结构清晰明了了。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充电宝的主板模块和电池那些，然后我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架构及元器件的情况。这一款一速3合1充电宝内部采用的是典型的一个模块化的结构啊，主要分为3大部分。一组高集成的强插充电电路，具备30瓦的功率输出能力；一套4串锂聚合物电池组，搭配多功能的保护与均衡系统，兼顾安全与续航；以及一套高效率的升降压主控系统，结合全桥拓扑的多口调度，最高支持65瓦的快充输出。从整体结构来看，它在体积、功率输出和多口兼容之间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架构本身并不简单，但真正让人玩味的不是它做到了多少，而是它为省点什么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就一步一步拆开来看。首先是 AC 电源模块部分，它采用的是一组紧凑型的高集成开关电源结构，输出功率为30瓦。一颗由深圳良盛电子提供的贴片保险丝，型号为 3.15 安250伏，用于输入保护。良盛电子2008年成立，专注过流保护元器件。旁边一颗小型供膜电杆，用于滤除交流电的 EMI 杂波。整流桥选用的是江苏固德沃克微电子出品的 FMB30M， 规格为3安培1000伏。固德沃克2012年成立，是江苏常州的一家专注于功率器件、整流桥堆器件生产的国产厂商。电源滤波部分，一颗插模电杆和2颗电解电容，电容的容量分别是33微法和15微法，耐压值全部都是400伏。
电容上面的 logo 分别是 DHCAP 和 LFMZ， 暂时无法确定是哪个厂家的，存在一定的压缩成本的可能。电源主控芯片采用的是安徽东科半导体出品的一颗和风式氮化镓控制芯片，型号为 DK035G， 内部集成了 PWM 控制器、驱动器和氮化镓开关管。东科半导体2015年成立，是国产氮化镓应用方案的主力玩家之一。同步整流部分同样采用了东科出品的一颗和风型控制芯片，型号为 100R10V， 实现整流效率提升和器件数量的缩减。格力反馈部分搭配一颗台湾兆龙科技的光耦器件，用于次级反馈与初级控制之间的电压传递。兆龙科技2001年成立，是台湾较早布局光电器件的企业之一。安规 Y 电容来自四川特瑞祥科技，规格为1000匹法，400伏。该企业创立于2009年，专注于陶瓷安规类电容器件。这里还有一组 7002K 的 MOS 管，还有一个3006的 MOS 管。这两个 MOS 管用于识别30瓦开关电源部分的功能的开启和关闭。整体来看，这套30瓦充电器模块以高集成方案为主，结构紧凑，但部分滤波电容选型存在性价比权衡，是一套典型的实用优先的设计架构。电池和保护部分采用的是4节聚合物锂电池串联结构，电芯表面没有明确的厂标，推测为定制类产品。从容量和结构推断，这组电芯以高能量密度为主，兼顾一定的放电能力。这一组电芯能够应用在这个充电宝上面，并且拿到了3C 认证，证明这个电芯也是经过厂家的验证过的。电池保护芯片上面有思翼型号 IP3254， 由深圳英吉星科技出品。该芯片支持3到4串电芯管理，集成了过压、过流、短路、温度等多重保护功能，并具备主动均衡管理功能。英吉星科技2014年成立，是国内知名的电源管理芯片企业之一啊。4颗保护开关管采用的是深圳金域半导体的 PTQ60P03， 这是4颗 P 构道的 MOS 管，用于电池保护开关路径的控制。金域半导体2011年成立，专注于 MOSFET 与整流器件。均衡电路使用的是4组私印为 2L 的 MOS 管，搭配511的贴片电阻构成的被动均衡电路，确保4颗电芯在充放电过程中保持电压一致。电流采样电阻使用了2颗 R010 电阻并联，形成5毫欧的大电流检测回路。整体来看，该电池管理架构清晰 ，IP3254 作为保护核心，具备较强的稳定性。最后就是整机的核心升降压主控系统，负责输出调压与多协议快充。主控芯片则选用了杭州世兰微电子的一颗高集成多协议升降压控制器芯片，型号为 SD59D25AC。世兰微成立于1997年，是国内较早进入模拟 IC 和功率器件设计领域的老牌厂商。该芯片不仅整合了丰富全面的协议识别逻辑，还能同时控制升降压拓扑结构与 V-bus 输出调度。主控芯片与4颗型号为6428的 MOS 管组成全桥式升降压拓扑结构，形成主功率的变换平台。这颗6428型号的 MOS 管参数上应该基本对应美国万代半导体的 AON6428， 这明显是在追求性能近似但成本更低的功能对标方案。升降压电路两端各配置1颗固态电容，厂家未知，规格分别为150微法和100微法，耐压值都是25伏，同时还有3颗 MLCC 陶瓷电容并联在一起进行滤波。这一路同样的有3颗，这边2颗，这边还有1颗。输出部分一共设计了3组输出口，2个 C 口为输入和输出端，这个 A 口仅支持输出。3组 V-bus 通路均由1颗 PMOS 管进行控制，使用的是金域半导体的 PTQ3006 型号，负责不同输出口的电压通段切换，实现多口的动态供电调度。电流采样部分仅使用1颗 R005 电阻作为母线的电流检测路径，说明这个系统采用的是统一功率分配逻辑，所以说它的多口使用的时候只有5伏的基础功率。1颗 NTC 热敏电阻用于电池组的温度监控。整体来看，这部分电路的结构清晰，主控芯片集成度高，搭配全桥拓扑也体现了设计团队对功率密度与效率的追求。整机电路的优缺点分析，先说它的电路设计。整机采用了比较标准的模块化结构，强插电源、电池管理、升降压主控分3路独立，逻辑清晰，架构成熟，不花哨但不会出错。开关电源部分和主控芯片集成度高，方案成熟，这部分给好评。不过电路虽然规矩，关键器件的选型相对务实，偏保守了。
升降压架构使用的是4颗参数对标 AON6428的 MOS 管，明显是国产的平替型号，能跑65瓦没有问题，但是在高负载发热，文波控制就会掉链子。还有就是滤波的问题，整机全部的电容，包括升压输出和 AC 侧的滤波，均为无标识中小厂产品，特别是65档文波实测直接反映了这个问题吧。大家回看我的测试片文波测试就知道了啊。一句话总结它的电路架构，主架构没有问题，全靠成熟方案来维持运行稳定。这个一处3合1的随行能量站，咱们测也测了，猜也猜了，最后来一个总结。从前面测试数据来看，这款产品整体的运行逻辑是稳妥偏向保守的。首先是它的自充效率与温控方面表现不错，实测自充阶段机身温度维持在48摄氏度左右，转化效率可以达到 82.4%， 属于比较标准的水平。再看实际表现， PD 协议识别响应正常，主流品牌设备兼容还是比较好的。此外，在高负载时，比如 C 口输出65瓦，文波略有提升，达到100余毫伏的水平，但是没有超过国标的啊。考虑到整机尺寸的限制，以及电容选型偏向国产中小厂，这种表现也可在预期范围内，没有超出国标的范围，也算是很不错的了。从这个充电宝的综合结构设计、实际表现与功能定位来看，这款产品更适合希望在轻便体积内集成更多功能的用户群体，尤其适合单设备用户，比如日常主力是手机、平板，或者偶尔带一台轻薄本出差的朋友。它提供了充电宝插墙快充、自带线3合1的便携方案，使用的灵活度是非常高的。总的来看，它是一款用起来顺手的日用型快充宝，方案成熟，功能覆盖比较全面，在日常通勤、短途出行中表现会很出色。如果你追求的是用的省心、拿的方便、多功能移动电源，那么这款产品还是相当值得关注的。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